谢谢啊。你骗我！ 他就是个蠢货。事已至此，就不说这些气话了，还是想想后边怎么办吧。好吧，我来想办法。不是让你等消息吗？怎么不请自来了？你请不请，我都会来找你。又是那个大领导电话，我跟谁通电话？跟你有关系吗？那就说点跟我有关系的。明白。要钱是吧？说个数吧。谈到钱呢，再谈别的都不值钱了。行，这个数500万。杰哥，我是你一手带起来的，你了解我。5000万？怎么？就这些年我给你干的这些事儿，还不值这个数吗？5000万，张宏图啊，人不能贪得无厌。你胃口这么大，不怕被噎死？是，这些年你是帮我铲了不少事，可我也没亏待你吧？你有什么不平衡的？哎呀，您现在都逍遥自在了，我都快亡命天涯了，你还不放过我？朱杰，你别太过分。哦，我的命不值钱，是不是？刘果的命该值点钱吧？你在他爸身上可砸了不知道多少个5000万，还有这套美国的别墅也不少钱吧？你还留了什么后手？您栽培的好啊！我把这些年我该知道的、不该知道的，我都写成了一封电子邮件。12小时不取消，它自动发送。收件人雷旭。孙云霄，我提醒你啊，不是你一句不知道就可以逃避法律的制裁。我再问你一次，指使焦峰杀害苏达，以及蓄意谋杀公职人员的人，是不是你？我律师来之前，没有什么可说的。长2天就好了，没事。还好丽姐到的及时。老杜，雷主任，咱们经历过这一次，也算是过命的交情了吧？就差我了呗。还有一件事儿啊，孙云霄能落网，
晨间起到了很大作用。问一下公安，能不能申请彻查一下孙云霄的车？已经查了，提取到了一些比较陈旧的血迹，还有一些脱落的表皮细胞。血？嗯，那刑侦技术队这块怎么说？他们说，由于这个车辆呢常年存放在地下车库里，温度跟湿度呢都比较适中，所以不太会影响 DNA 的活性。已经拿过去做鉴定了。好，这段时间大家挺辛苦的啊，咱们再坚持坚持。只要能抓到幕后的真凶，咱们再辛苦也是值得的。段伟也落网了，但是呢没有问出来什么有价值的信息。公安有没有张图的消息？他们的反馈就是说正在抓捕，但是张宏图的这个手机信号就是消失在废弃工厂的附近，然后就失联了。他的几个手下也都招了，就说自己只是被招过去当打手，其他的一问三不知。这个人啊，当年出面是直接摆平了孙云霄和申玉儿，但我怀疑啊，这都是祝捷在背后指使的。张宏图很可能是祝捷安插在孙云霄身边的卧底。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要是按照祝捷这个行事风格，我觉得张宏图凶多吉少。你还好吧？你姐姐很担心你啊，一直在哭。哦，不过你放心，有你姐夫照顾她。你跟他们说，我知道该怎么做。你们所说的这些指控有没有证据啊？没有的话，我没有什么可说的。这马上也24个小时了，我是不是可以走了？于队，你现在是一起刑事案件的重大嫌疑人，我们要对你采取强制措施。在这间屋子里，我们讯问过焦峰、段威、苏达，你都认识吧？丁永刚，你还记得吧？认识4吧？我们在你的车里查出了丁永刚的血液样本，你的声音和丁永刚被谋杀现场留下来的录音科学比对完全吻合，你怎么解释？你们是什么人？别耍花呀，下车。你们到底是什么人？想干什么？
把东西交出来。现在是法治社会，袭击司法人员，你知道什么后果吗？不想死得太难看，就赶紧交出来。是谁派你们来的？是宗有亮，还是祝捷？你认识祝捷？向车走！跟着！这么重要的东西，我会带在身上吗？除非啊，你们把车子拆了，或许会发现点什么。老大说了，不能有外伤。不在车里，那就是在家了。行，带走。你们干什么？走！放开我！快点！放开我！他们的罪行10个亿都存不下，你们也不会有好下场的。放开我！放开我！你们不会有好下场的。放开我！让我出去！是宗有亮。宗有亮让我带人接住丁永刚，说丁永刚手里有他和祝捷行贿受贿的证据，让我无论如何一定要拿到手。可是我们用尽了手段，丁永刚还是不肯交出来。最后宗有亮就让我用药把他迷晕，伪装成游泳溺亡，或者是畏罪自杀。这都是宗有亮的主意。当时那些匿名举报信都是他搞的。那张宏图的死亡到底和你有没有关系？张宏图死了？张宏图，他肯定是祝捷杀的。于代，我姐就在祝捷身边。祝捷拿他的命威胁我，请你们一定要保护好我姐，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他叫孙云娣。谢谢。我可以继续谈判。说吧。沈玉儿不是我强奸的，是祝捷让我替别人顶罪的。替谁顶罪啊？我真的不知道。那天是5月6日，是我父母的忌日。我回老家祭拜，祝捷给我打电话，让我赶紧回来。我到 KTV 的时候，已经过了晚上12点了。孙一修都招了，他们正在申请逮捕令。
里的人不要反抗，马上下车。赶紧联系一下交警队，调下监控，查一下从祝捷的私人会所一共开出来几辆车，马上在路面布控啊！是。祝捷让我先走，说在高速路口与我会合，没想到是让我离开你。 祝捷向老宗行贿，结果被老宗的同学丁永刚发现了证据。丁永刚劝老宗自首，老宗表面上答应了他，背地里却对他起了杀心。是祝捷和老宗杀了丁永刚，还嫁祸他们。 警察！祝捷，你已经被包围了，放下手中物品，双手抱头，蹲下。关于丁永刚留下的 SD 卡，你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吗？我没什么好说的。你们不是有备份吗？应该也看过了吧？那这个呢？这个 U 盘是孙云娣交给我们，里面是一段监控视频，经过受害人沈雨儿辨认，正是她被侵害时 KTV 包厢里的监控录像。还有这个，是孙云霄交代的，这些年你指使他进行的不法活动记录。 时间、地点、受害人情况、不法收支明细的都在里面。我们警方已经掌握了确凿的证据，狡辩无济于事。我劝你还是如实交代吧。这一切都起源于沈雨儿的案子。当年刘果在我的 KTV 包房里。 迷奸了沈雨儿，被包房的监控录像录了下来。我拿着监控视频去找了刘立明，他为了救儿子嘛，选择了跟我合作。我通过他搭上了当时还在极品的宗友亮。 之后，滨海新区开发，在宗友亮的运作下，我的世界地产顺利中标。就这样，我的事业一路从极品发展到了胜利，成了现在的杰出企业家。
我听说江小杰现在状态不错啊。是，小杰下一步准备考美院，我跟萧炎呢，也都支持他。但是啊，今天请你们来，可能要揭开你们已经长好的伤疤。孙云霄已经落网了，张宏图意外死亡，但是江小杰这个案子还需要一个真实的结论。您放心，我们愿意出庭作证。被告人孙云霄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犯包庇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犯妨害作证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数罪并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被告人祝捷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犯妨害作证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犯行贿罪，判处无期徒刑，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数罪并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被告人刘立明知法犯法，包庇其子刘果性侵未成年人，干预案件审判，犯妨害作证罪、滥用职权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数罪并罚，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被告人陈廷义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并处罚金20万元；犯徇私枉法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6年，并处罚金20万元。刘果、焦峰、段威等人均依法受到严惩。江小杰及家人受孙云霄威胁，在庭上作虚假陈述，考虑其没有造成恶劣后果，情节显著轻微，不予追究刑事责任。怎么样？这个耳机的降噪和音效都很不错吧？不错。哦，还有这个专业的键盘和鼠标，都是你最需要的东西。这都是给我的吗？这都很贵的。你姐我现在赚稿费了，有一家出版社让我给一本畅销书画插画呢。现在这么厉害的吗？那我考虑以后给你做模特，我会给你打折的。找我画像是要收费的好吗？我给你做模特，我还要倒给钱。当模特找我呀？云云，慢点啊！好。你干什么去了？看着不是给你们买奶茶呢吗？刘乔，来，谢谢。来，谢谢。周乔，听说你在学校网络安全大赛得了1等奖。我老师还鼓励我，让我去参加全国性大赛。周乔，你的梦想不是在世界级大赛上面拿奖吗？是，我一定会让五星红旗飘扬在世界级大赛上。有志气，厉害！小杰，你呢？你确定报考美院了？确定好了，我已经在准备美术的专业课考试了。真没想到你妈妈能支持你。是呀，我也没想到，她现在变化还挺大的，不像以前那么强势了。现在医药网也结束经营了，她和我爸呢就专心干民宿，他俩也不像以前那样总吵架了。太好了。你呢？决定好报考方向了吗？我呢，决定出国留学，跟着我爸妈一起生活。好，为你高兴。我也为你高兴。周乔，乔阿姨的身体怎么样了？她挺好的。她为了学习，让我帮她买书。什么类型的书啊？你猜呀？医学类的书吗？
不是，公认方面的书。他要自学法律，以后要去做司法社工。真的？真为曹阿姨高兴，她也找到自己的人生目标了。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找到自己的人生目标。既然咱们都找到了自己的人生目标，合张影呗。好呀。 3、2、1，茄子。为表彰先进、弘扬典型、激发斗志，省院党组决定给丁永刚同志记1等功。下面，请麒麟军检察长为丁永刚同志颁奖。 先喝清楚话。吉平市咸湖区检察院第9检察部的同志们，以未检案件为线索，用生命、勇敢、智慧，践行忠诚、干净、担当，追查出未检案件背后的窝案、串案，为同志洗清了冤屈，惩罚了罪犯，同时在未检工作中探索出坚决打击、强化保护的工作理念。 被最高人民检察院荣记集体1等功。好，下面有请吉平市咸湖区检察院第9检察部的同志们上台领奖。 有请滨河省人民检察院李浩宇检察长颁奖。以利剑锋芒清黑暗污浊，以柔情暖意换阳光重临。你们用宽容耐心。 给少年的你带去司法温暖，用机智创新为受伤的孩子送去长久保障。你们以检徽之光关照未来，以法律之盾守护明天。雷主任，我们都有点舍不得你，要不你就留下来，继续给我们当主任吧。丽姐，就算雷主任回到省里也是主任啊，所以他一直都是咱们的雷主任。主要是这次回去有更重要的任务，领导呢让我整合一下全省范围内我们检察系统卫检这个资源，要组建我们自己的灯塔卫检团队。主任，我们都支持你。不管有什么事儿，我们老9部的人随叫随到。六儿，小丽，陪我去趟档案室，有几个案子卷宗我需要整理一下。那我们去忙了，主任。好。走。
我老杨，杨田，咱酒部的。咱们酒部刚刚成立，好多事情都还没有捋顺，无案可办也是很正常的。你别着急啊。没着急。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上次在椰子鸡吃饭的时候，提到那个法事副校长的事。觉得我可以去试试。我觉得。徐大力，徐张力，他也是全国52公斤级柔道冠军。在哪？在我过去你能不能别再提上一个单位的事儿了？我之前老杜已经说了，我没有一点想提过去单位的事情，因为你不知道我没有拿那一套，我就很重要。您跟其他的检察官还真不太一样。您知道吗？这么多年以来，我第一次被同行询问，他想儿比我还低。我今天也不敬你什么了，我今天真诚的谢谢你。哦，柳柳，叫我小刘、小柳都可以。你好，小刘。我今年刚毕业，检察官助理。雷主任，您是紧张了吗？走啊！你倒是吧？别问啊，身份证。我还想着您会不会直接进去就来一句：“检察，请拿出你的身份证。36。不好意思，迟到了。化妆了？哪有啊？我每天不都这样吗？如果没猜错，你想自己去办江小姐的案子？不用跟我特意强调自己这俩字儿。我只是想提醒你，这样不合规矩。孙云霄替人顶罪这事儿，除了你们俩，还有谁知道？只有我们两个知道，没人知道。很好。老杜，雷主任，咱们经历过这一次，也算是过命的交情了吧？妹妹，你这个房间啊，我们前边有机会一起玩啊。好，嗨。哪个房间？一块儿。走。自从上次庭院整顿之后，宋总对我们的要求非常严格，容留未成年人这种情况不会再发生了。几位，这边。由于各位这次来没有预约，宋总不在，他表示非常抱歉，大家请便。安全出口，出到哪儿？通往一个杂货间。杂货间。小柳，来，1、2，来吧。不好意思啊，乱糟糟的。你们这杂物间也不怎么乱呀。空箱子。空的。这是装什么的？我估计是一些耗材吧。耗材？这什么标志也没有，装什么耗材？哎，你拿下来我看看。你看，纸巾、
云美直播间，别有洞天啊！解释一下吧。我也第一次下来。你也第一次下来。你是经理，能不知道有这么个地方？这是宋经理的地方，平时也不让我们下来。老薛，哎，这个是调取的直播记录。这个平台叫云美直播，半小时前几乎同时下线。在未删除的视频记录中，我们发现了他们有未成年少女主播。这个怎么解释？这确实不知道。小小，马上出发了，快点。哎，请进。哎呦，娘家人来了啊！你好，雷主任。嚯！我们接到一起聪明水的案件，因为这种药呢没有正式录入精神类药品管控名录，对未成年的伤害比较大，而且它的销售网络在省里覆盖的比较广，所以我们特意向您来汇报。好，汇报的很及时。那我们今天下午开个联席会议讨论一下。大力，这身衣服难得啊。是不是这个更合适我啊？啊？知不知道为了这身制服，大力付出了多大的努力？想象得出来。那我们得重新认识一下。你好，徐检察官。雷主任。假不假？哎，我听说你干了很多漂亮案子，最近。别夸我了，雷主任，我真不禁夸。哎，数字极评卫检平台是不是你干的？哦，是。我们要全省范围内全系统推广的。太好了，现在这个平台的功能还在升级，大家多提提意见。等你好消息啊！杨大姐怎么样？杨大姐恢复的可好了，曹文超也把工作调回极评了。经过那件事之后，他们一家人相处的更融洽了。这才真是把苦熬成甜了。柳儿，咱好不容易来趟省里，要不我请你吃顿好的？走。哎，打我脸呢是吧？必须得我请。等我收拾完下班了，我请大家吃火锅。行了，雷主任，不用，你就请都姐就行了。哎，你吃火锅吗？可以。你那个旧皮卡车找回来了吗？还开吗？不开了，我已经送给丁老师的儿子丁顺。好。党和国家始终高度重视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最高检大力加强未成年人保护事业，推动未成年人保护重视程度不断提升，工作体系持续健全，法治保障逐步完善，取得了明显成效。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
检察履职贯穿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全过程，在未成年人保护大格局中肩负重要使命。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实施以来，检察机关深入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意见，切实担当未成年人保护良法赋予的更重的法律监督责任，充分发挥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诉讼4大检察职能作用，主动融入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5大保护，推动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取得新的进展。